嗯，这怎么是女人的衣服？我刚刚不是说了吗？你们去的是后宫，只有打扮成宫女，才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。但是我们两个大男人穿着宫女的模样，这不更令人注意吗？小色，你怎么看起来非但不纠结，还一脸期待的样子？你哪来这么多话呀？你现在话多，说明你特别兴奋。穿女装值得你这么兴奋吗？早知道穿女装，就让千落师姐来。小色，你很有天分啊你！闭嘴，你个白痴，不准说出去。坏了，小色，什么坏了？你看他这仪态比我们大不了几岁，怎么可能是指望他娘啊？没认错，看起来年轻吧，其实已经快40岁了。啊！没叫你们，怎么自己进来了？进去。景泰宫新来的宫女吗？本宫怎么没有见过你们？长得倒是有几分姿色，就是骨架大了点，像个男人似的。可惜了。宣妃娘娘。不装了。小色，怎么这么快就被识破了？娘娘是洛清扬的师妹，也是影宗宗主的女儿。影宗最擅长的便是伪装，我们能骗过其他人，自然瞒不过宣妃娘娘。你跟你父亲还有母亲长得很像，永安王殿下。娘娘见笑了。萧瑟见过宣妃娘娘。永安王殿下夜闯后宫，还带着这位修为不凡的朋友。你们两个这是来杀人吗？不杀人，不，只求宣妃娘娘一滴血。一滴血？为何？我有一位朋友，最近中毒，中毒原因正是因为娘娘的一滴血。相同道理，若想解毒，也得靠娘娘的血。之前雨儿也求了本宫的一滴血而去，不知道是否与这件事情有关，也不知道为何，本宫的血可以作毒，还可以解毒。老七求的那滴血，便是我说的那个毒。至于娘娘的血为何能作毒又能解毒，那是因为中毒之人身上流着和娘娘一样的血。你这位朋友叫什么名字？天外天前宗主叶鼎之之子，叶安世。是他来了。娘娘不知道吗？我已经很久没有离开过这里了，宫外的事情没有人告诉我，我也不想知道。对于这个世界，我已经是死人了。娘娘，您当年和叶鼎之以及父皇的事情，萧瑟没有资格知道。但这世界上总归还有人记得娘娘，挂念着娘娘。一个人真正死去的时候，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想起他的时候。可是我这个朋友，他想着娘娘，甚至来找娘娘。他的眉眼跟你一样好看。你的孩子叫什么名字？他叫叶安世。不错的名字。难道是他？
那个，娘娘，娘娘，我们时间紧迫。拜托了，娘娘。多谢娘娘。等等，你若再见到他，请他勿再来找我。萧瑟明白。雨儿，母亲，那日你去青天剑，说要给我祈福，用我的血祭灵符。我知道不是实话，却也依了你。可是我没有想到，你竟然是拿来害自己的兄弟。母亲已经知道了。不过我没有兄弟，他只是母妃的另一个孩子。我们身上流的血是不一样的。那你又何必要害他？我不害他，那他就帮着刚才来的那2个人害我了。母亲想救活一个孩子，而害死另一个吗？你让开！母妃，请不要走出这道门。我只是想活下去。我也保证，母妃的另一个孩子也能活下去，不过要等这一切结束之后。哎，你看，咱们衣服换了，雨也停了。雨停了就赶紧走，宫里来来往往人会变多的。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换回来啊？岂不是更容易被人发现了？想要的东西既然已经要到了，就算被人发现，也比那身衣服要强。如果来人发现了我们，你拦住他们，我跑不就行了？不对啊，你是皇子，应该是你拦住他们，我走嘛？怎么到你这儿反过来了？我是皇子，私闯后宫被人发现，有损声誉。那你不是不怕吗？那我呢？我要是被发现了会怎么样啊？你是庶人，私闯后宫，其罪当诛，审都不用审，一刀砍了就是。嘿，你还真是我的好兄弟。萧瑟，咱们真被人给发现了。什么人？来杀你！是你？你怎么在皇宫中？萧瑟。萧瑟，这样的章法，这样的功力，绝对没错。锦玉公公，就算替重儿还你的恩情了，你们快走吧。走。你是谁？徐怀公，可是师父已经死了，我明明验过他的尸身。你究竟是谁？你又何必如此呢？从我和你对第一掌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我定不会是你的对手。唉，但你打下了我的面具，我就算是想要留手，也无法了。他真的值得你这样吗？他会是个好皇帝的。你呀，就是读书读太多了。只要是皇帝，哪会有什么好的？世间自有君子，
小人才会不信。那就让我这个小人杀了你这个君子吧。萧瑟，刚刚那人究竟是谁啊？当年废了我武功的人。啊？他是宫里的人？我永远也忘不了他这种诡异的内功。那他究竟是谁呢？能出现在这儿，并且还有如此阴柔的内力，一定是武大姐。闺女，我遇见他那一年17岁，我是天启一屠户的儿子。当时我拿了一把砍竹的刀，就这么看着他。他对我说：“我见你屠刀诛羊，却有在天下之气，可愿与我同战天下？”我却回了一句：“买肉吗？不买滚！”后来，我成了一名巡街校尉。再后来，我成了先锋营的副将。有一次，我们遭到了敌人的围攻，整个先锋营全军覆没，我也只留下了一口气，是他把我从尸体堆里给刨出来的。当时我就想，以后为了他，生死也情愿。这段故事，未曾听父亲提过。那都是很久之前的事了。再后来，我成了骠骑将军、上将军、大将军，先帝御赐金甲，封金甲将军之号。但是我依然愿意做一个追随在他马后的小卒。可是那天，他死了，不是死在战场上，是死在了法场上。那件事情的1个月前，琅琊王突然降罪于我，以我治军不严，夺取了我的兵符。我知道，明德帝不杀我，那是为了防止兵变。他把位置留给我，是为了安抚我。这么多年，我也的确假装被他安抚，所以天下人知道我叶小英是为了琅琊王的死，对皇帝心生芥蒂，但是因为畏惧皇威，所以才不敢造次。这是所有人都想看到的结局。那我就做给他们看。父亲为何今夜这么多感慨？若依，今天我会派一队精兵护你出城，你先离开天启一段日子。为何？他的病情一直很糟糕，随时有生命危险。再加上，如今天启城中几位皇子争斗的又厉害，我生怕会出现一些变故。变故？父亲，你何时害怕过变故？你一直期待的不就是变故吗？
我一直在帮助萧瑟，父亲你也是默许的，为何突然要送我出城？好，我且问你，萧楚河入天启，是为了当皇帝来的，还是为了查清当年那件案子来的？以我对他的了解，自然是为了查案。那便是了。萧楚河一直没明白一个道理，只有当上皇帝，才能查清此案。一臣逆君，那是天方夜谭。所以说，在这次他和赤王的争斗之中，我不看好他。可父亲明明之前很看重他。我看重他是为了看着他，就像当年我看着琅琊王，有能力有魄力，但是没有足够的狠心。琅琊王什么结局？琅琊王死了，被他的亲兄弟杀死了。同样的事情，我不想看到第二次。只是因为萧瑟从来不接受父亲的扶持吗？闺女，有一个道理你要明白，他毕竟是萧若锦的儿子。不管怎么样，琅琊王只是他的皇叔，他已经做得很好了，琅琊王也没看错他。但是你爹我不想再当了。我不同意父亲的看法。既然你认为一件事情是对的，那么坚持下去便是了。我知道你心中所想，你忍了很多年，忍的不过是你没有写下的那个字，而那件事本来就是错的。若依，若依，还是一帮孩子。听说你昨晚也搬来雪罗山庄住了。不仅昨日，今后我都要在这住下了。跟你父亲吵架了，这倒是新奇。从小到大，我还没见过叶将军舍得对你说过一句狠话呢。他昨日说了很奇怪的话。说什么了？他觉得，在这次天启之战中你赢不了，还说如果你是以臣子的身份，就算有再大的决心，也无法为琅琊王翻案。看来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。你说的是龙峰卷轴？这件事你没有当着你父亲的面提起吧？当然没有。他若知道我们查此事，怕是真的不让我出来了。他应该是接受了那份卷轴，我猜接下来的一步，他就会召集琅琊军联系萧凌晨，发动叛乱。我也是这般猜测的，但这话从你口中说出，怕是已成定局。这将是北离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叛乱，几十万铁骑将踏过整片大陆，直至天启。无数的百姓将会因此蒙难，而蛰伏在北离周边的国家也会伺机而动。可是我不明白，琅琊王军叛乱，这对赤王他们有什么好处？为何龙峰卷轴会在此时出现？为何卷轴一出现就会找到你父亲？若最终真是萧凌晨登基，宗庙归位于琅琊王，那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？我现在还想不明白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这绝对是个圈套。相信你父亲能想明白，但是他还会依然往里面走，因为他这个人极度自负，他对自己深信不疑，在陷入牢笼的同时，能咬死那病虎，还能全身而退，最后再把那猎人咬死。
确实一直这般自负。可是这份自负，最终会害了他，害了整个琅琊军，也会害了萧凌晨。就算最后他赢了，也会给北离重创。大将军动了。是的，今日他已经悄悄离城而去了。原本以为他做这个决定需要很久，或许他做这个决定已经做了4年，只等一个契机。如今契机在手，便再无犹豫。你提了什么条件？我说，想要新王继位，废除旧例，5大监不必再去守皇陵，他还得给我王侯之位。他同意了。他骂我是一个奸猾小二，说还想学那前朝的9000岁。可最后他不还是同意了吗？殿下，叶萧英他不会察觉到了什么吧？别傻了，叶孝英可不是简单的武夫，他自然有所察觉，只是没有想到，在这背后操纵着这一切的人是我罢了。龙贤，去通知那2位将军，他们代替叶孝英，成为北离军魂的那一日，马上就要到了。当年圣上赶走所有的兄弟，偏偏留下我。你知是为何吗？因为皇叔是父皇一手带大的，不是其他几位皇叔能相比的。但更确切地说，是圣上觉得我不会跟他争天下。其他几位王爷啊，个个狼子野心，心怀不轨，留在天启都是大麻烦。我呢，他信我。琅琊王兄也不会，他也信他。这种信任是10几年建立起来的，并非一朝一夕。那为何会有4年前那桩案子？人呐，一旦坐上那个位置，是会变的。而且琅琊王兄太像一个优秀的皇帝了。历史上，凡是功高盖主的，没有几个有好下场的。那这么说来，皇叔即使满腹才情，也故意装出一副放浪形骸的样子，是为了掩盖自己吗？不，我本就是好诗酒风流，喜欢绝色美人，这不是装的，这就是我。贤侄啊，我监国的时候也是尽心尽力，没有半点纰漏。这朝堂之上，对我也是满口赞誉的。你刚才那话可差点意思啊。既然皇叔为国为民，那我就告诉皇叔一件事。何事？15天后，兵临城下，天启危在旦夕。这么严重吗？琅琊军。琅琊军？这世上哪儿还有琅琊军？如今叶孝英的北离中军，加上个琅琊王，就是当年的琅琊军。小色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我自然知道。我说的这支军队，如果集结起来，整个王朝便会覆灭。你不像是在开玩笑。王离大军2万人，禁军3000，天启成兵8000人，再加上1300名虎贲郎，差不多有3万多人。而琅琊军有20万，兵法讲究时而为之，我们3万对20万，守城而战。到时候上下两军
起兵秦王。我在回天启的路上，曾有军队试图阻拦，所以我断定，背后一定有萧氏皇族。天启城有几位小王爷，外面有几位老王爷，只要姓萧，他们都有机会做皇帝。你是觉得他们另有所图？我有很多种猜想，但不到琅琊王军兵临城下的那一刻，我都无法做出决断。但是此刻，我只希望皇叔能信我一次。隔空取物，这种江湖术士的小把戏你也用？怎么？过来呀！你们雪月城的人脑子里面除了打打杀杀就没别的事了。一局定输赢，你们赢了我走，我赢了把东西留下。听上去倒是很公平。我曾经在天启城的千金台，连着跟人赌了3天3夜，最后还赢下一座城池，你可相信？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公子既然能赢下一座城，那么5-6没大。所以你们这些江湖人啊，就是没有情趣。所谓赌局，最好玩的乃是一个“赌”字。可若是提前就把结果都料到了，那这赌局还有什么意义？那你说，压什么？我赌5-5-6。到。你，好，压定离手。不好，遂控制，中招的人外表毫无伤痕，5脏6腑却会被全部震碎。这头中里的头子恐怕已经……当然不好。既然是赌局，哪有那么容易？公子要改吗？改。所谓赌局必胜之法，就是相信自己会赢。只要坚信自己会赢，那就一定会赢。开。5-6。公子好功夫。不才不才，一个小戏法罢了。我可不会武功。不会武功，接下来的路可都是险路。公子不会武功，还是不要趟这滩浑水的好。阁下难道是要反悔？我说过我不会杀你们，但是我的伙伴们不同，他们可没有我这么大的耐心。我们也有一个同伴，虽然他脑子不大好使，不过手上功夫不错。你的同伴未必能占得到便宜。如果你知道我是谁，定然不会这么说。天外天，白发仙。天外天，若是在12年前，这确实是一个镇得住的名字。你是谁？你怎认得我？知道你们的人不多，但总归有人知道。想不到，天外天的人还敢出现在这里，你们忘记了曾经的约定了吗？无双城的卢玉宅，想不到你们也来了。当年，无论我们之间怎样争抢，黄金棺材绝不能落入此人之手。
那黄金棺材之内的事物，原本就属于我天外天，想拦住我？世间武功分为9品，9品之上有4大境界，分别是金刚凡境、自在定境、逍遥天境，以及只有传说中的神游玄境。这白发仙武功已融入了逍遥天境，天外天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这天外天究竟什么来历？天外天的名字你可能没听过，不过他们的另外一个名字你一定知道。魔教。魔教。有胜算吗？要不是他手下留情，刚才那一剑，咱们已经都是故人之后，看在你们师尊的面子上，我不会杀你们。如果再敢阻拦，可就别怪我不留情面了。云梭。 听说，赵子柔，月如印，无双城的无双剑匣，据说已经有100年无人能够使用它了。小鬼，报上名来。天下无双城，无双。雪月城出事之后，天下无双城就把“天下”2字去掉了吧？哼，迟早会加回来的。有趣。你想怎样？ 见高手不能失之交臂，自然是想向前辈讨教一下。狂妄！我可没时间跟你们耗。别跑！无双，回来！追！方才的白发仙说他还有同伴，我若是你。 现在就去守那个棺材。还要追吗？追。这是雷无极的霹雳刺。我乃江南霹雳堂雷家雷无极，还有不怕死的要上的吗？上！好快的速度！雷家的火灼之术，难怪。上！黄莲，你竟然还能活着从里面走出来！怎么样？这功夫我也是刚练成不久，还不够熟练。不过现在好了，打他们10个8个不是问题。哼，火灼之术乃
是燃烧自己心中之火，短暂获得神力之术。你的心柴又能燃烧多久呢？哼！打你们这些不人不鬼的家伙，足够。好大的口气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居然是这种邪术！邪术？什么邪术？你看，怎么了？你觉得有什么异样吗？好大的月亮，倒是像纸糊的一般。今天是22，天空中本应是一轮下弦月，怎么会出现满月？那师兄的意思是，这是孤虚之术。所谓的孤虚之术，就是一种邪门的阵法。在孤虚阵中的人，仿佛都进入了梦境一般。接下来你可就要小心了。在这孤虚之中，一切皆为虚幻，但是一切又皆可为实。师兄，你说的什么？我不太懂。小心！师兄，击中了！师兄，你怎么做到的？孤虚之中，无数杀机藏在其中，你所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。所以这个时候，你要放弃你的眼睛，用耳朵去听。放弃眼睛？听声辨位是血月城的必修课程。你且听好，天地若大，风无处不在。孤虚之中最大的弱点，便是能隔绝外在的一切声音。所以，在孤虚之中，你只需要仔细聆听。当你身边的风被撕裂的时候，就是敌人暴露自己位置的时候。听风。击中了！天赋异禀啊！毕竟啊，也是从小习武，这听觉也是练习了许久的。听风辨位，仗目杀人。若是以为这样就能破了孤虚之阵，那也太天真了。我猜的果然没错，大师兄为了见天女勇，一定要路过梅林庄。只是看这架势，他们似乎被这些人用什么阵法给困住了。难道这就是阿爹当年抵御魔教之时所遭遇的孤虚之阵？师兄，怎么那么多？现在该怎么办？不要慌，守住心神，他们奈何不了我们。只要拖住你们，等到白
发仙大人回来，看你还能翻出什么花样。阿爹跟我说过，无极之阵靠的是阵法和破音的结合，只要断其一，便能破其阵。师兄，什么声音？是枪击之声，前面来了。你别说话，我要去寻那声音。阵破！怎么样，师兄？咱俩这配合简直天衣无缝。这位就是司空姑娘吧？在下刘无节。别松懈，还没结束呢。你，哼，这个邪术已经被本姑娘给破了，你们还有什么招数，就一起使出来吧。是啊，阵破了。你们到底还是跟上来了。说实话，得罪雪月城并非我们所想。不过现在看来，连无双城和天外天都参与进来了。今日我们再不出手，恐怕就来不及了。那棺材中的事物与我们关系甚大，实在是无法放弃。这棺材里究竟装的是什么？对于有些人来说，里面装的是荣华富贵；对于有些人来说，里面装的是绝世武功；对于我们来说，里面装的只是一个答案。答案？13年前。别说了。13年前望一楼惨案，望一楼一夜之间惨遭灭门，只有楼主谢柳依的长子被打晕之后，留了一命。醒来之后，却失去了那晚所有的记忆。后拜入天泉老人门下，做了杀手，江湖人称明侯。知道的还不少。可惜了，这望一楼惨案本来就是一桩无头案，即便当时有线索留下，可如今13年过去，也是无迹可寻。你真就这么确信这棺材当中有你想要的答案？不过说实话，我对这棺材倒是越来越感兴趣了。住手！这事越来越有意思了。诈尸了！还是个和尚，还是个活和尚。没有结巴，不是和尚。先把他带走再说。
你好。我见过你。我拜会过忘忧大师，不过大师不肯帮我。老和尚早就说过，你要的答案，不论是什么，必将成为心底之魔。忘忧大师一片苦心，在下感激。但是知道了是心魔，不知道亦是心魔。也对。你好。你还好吗？老和尚不愿告诉你的，无心已经告诉你了。这是施主的劫，施主好自为之。作为报答，我们可以带大师离开这里。这是我自己的劫，你们走吧。走。无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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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师兄，无双，快过来！无双，无双剑侠，这怎么会这样？师弟他不会？师兄，师兄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啊？我怎么跟城主交代呀？都怪我，师兄，都是我逞强，把无双师弟给害死。我的师弟啊！师弟。啊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哦，那家伙跑太快了，我追累了就睡着了。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大师兄，你松开！你松开我！你松开！冷静点，大师兄。过来！冷静，过来！冷静。罢了，此人武功极高，一不小心就把你弄死，没事就好。那咱们现在干嘛？就算现在再回那美人庄，也够呛能抢到那东西了。先行撤退，从长计议吧。走。别，不能看他眼睛！你的接头人终于到了。在下无禅，这位是我的师弟，也是忘忧大师的俗家弟子，无心。此处不是讲话之处，我们先从这里离开吧。莲，你不是最喜欢吃桂花糕了吗？啊，这是怎么了？我喂你。有人在，别闹。假正经。话说，
你为什么要跟过来？我看上这位公子了，不行吗？对了，唐莲，我收到来信，雪月城受九龙门托付，派了你来护送师弟与我碰面，并未提及这几位朋友。请问他们是？这位是枪仙司空长风之女，司空千落。在下江南霹雳堂雷家雷无节。驾！我只是个小客栈的老板，同外面那个雷门的小兄弟一同去雪月城办点事情。这位是美人庄天女蕊，此次他们二人与我同行。那你的师弟为什么会躺在黄金棺材里啊？这黄金棺材乃寒水寺镇寺之宝，可压制所躺入之人的浑身内力。压制？我师弟修习罗刹堂32秘术，大觉师傅觉得师弟十分危险，故要求以黄金棺材为压制来护送。传闻罗刹堂的秘术，习得任意一门便能身具神游。想不到你的师弟竟一下学了个全。忘忧大师是昔日的禅道大宗，他为何会允许无心师弟修炼这秘术？这些就得从忘忧大师本人说起了。忘忧大师习得佛门6通，其中以他心通最为不凡。传闻去寒水寺参拜的香客，只需注视忘忧一眼，无需言语，自省心中罪恶。这么厉害，都不用说话的。他心通修炼至极致，能一眼看透人的内心，改变人的内心，是以佛法度人。不过就在几个月前，忘忧大师却忽然圆寂了。江湖传言，忘忧大师圆寂之后，尸体倒地为尘，瞬间灰飞烟灭。传言并没有错。为何突然圆寂了呀？还是江湖传言，忘忧大师是被人逼至极致，忧思而死。这位兄弟知道的很多。是的，有人一直在逼师父交出师弟，因为我这师弟也曾展露过师父那窥探人心之法。他练的是心魔引。心魔引，这又是什么武功？我从未听说过。他心通窥人心，悟其道。可心魔引这门武功，窥的不是人心，而是心魔。若是我没猜错，你这师弟无法正常修习佛法，所以忘忧大师安排他去罗刹堂修炼秘术。如今那32门秘术，只存在于无心一人身上，又是这般厉害，难怪会引来这么多人的争斗。大觉师父想用伏魔神通消除无心身上的禁术，这岂不是要废了他？可据我所知，无心师弟在接到消息之后，便运用归西之术躺入了棺材中，并无反抗。那魔教对你师弟感兴趣，也是因为罗刹堂秘术。魔教？行了，知道魔教太多的事情，对你们没好处。他说的没错。你是谁？又是你！行了，把人交出来，我放你们一条生路。做梦！师兄，我来帮你。看好我师弟。你不去帮忙吗？我又不会武功，看好无心。那白发仙的武功已入了逍遥天境，又岂是你们几个能讨得到好的？哎，等等我！哎，等等我！我还没上去呢。
那家伙境界太高，不是你们人多就能解决。那怎么办啊？用这个呀。你知道那个是什么？像这种形状的火器，应该是雷门的麒麟火牙吧？那可是号称麒麟一怒，剑仙不出的大杀器。那玩意儿制作方法早就失传了，现在仅剩那把还在门主手里，怎么可能给我呢？啊，不对，这事门主好像不让说。雷门不幸啊。不过你说的对，也只能用那个了。我不想和你们几个晚辈纠缠。再说一遍，把人交出来，我的耐心可是有限的。让开！想不到竟然是这样。剑，雷门不是明令禁止门内弟子练剑的吗？这难道就是杀捕剑？长剑纱布，你是雷轰的弟子。好啊，一个个的当真以为我不敢杀你们。的剑气，看来他真的是动怒了。像，实在是太像了。霜叶红，想不到你伤得这么重，还能有这样的手法。唐门这一辈中，你能排进前3了。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什么话？3步唐门，1步阎王。看来我还是小看你了。你们还有谁想来？还有我。不想落个终身残疾的话，别起来。喂，你还能不能站起来？别看了，只有你能听到。如果你还有一点力气的话，那就站到我的面前来。还看什么？再看那个白头发的家伙就要把我带走了，赶紧的，站到我的面前来。唐莲，我本不想杀你，你又何必逼我？还有多少暗器？透骨钉、铁蒺藜、龙须针，你只有一击的机会，全部放出去。万术飞花的手法不是每个唐门人都能掌握，但你是唐莲，你一定没问题。既然你执意如此，那就再接我一剑，就是现在。
没有让我失望。不过这种程度，还是挡不住他多久。